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一台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深海机器人在几千米深的海底执行任务时，被锋利的礁石划开了一道裂口，会发生什么？在陆地上，我们可以马上维修、更换零件，但在深海，没有维修工，没有补给站，也没有第二次机会。对于深海机器人来说，一次看似不起眼的划伤，很可能意味着整台设备提前报废，甚至影响海底能源开发、海底电缆维护和搜救任务。更重要的是，传统水下传感器还有一个致命缺陷，它们高度依赖外部供电，而且一旦损坏，就几乎无法自行恢复。然而最近，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项全新科研成果，彻底打破了这一科学界的僵局。它让机器人第一次拥有了类似人类的痛觉，不仅能够感知自己受伤，还能够像人的皮肤一样慢慢愈合。很多人看到这里，或许只会觉得这不过是高校实验室里又一个有趣的科研成果罢了。但如果我们将视线拉高，把它放到新加坡整体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全球科技博弈的棋盘来看，你会惊觉，这项看似低调的仿生技术，真正瞄准的其实是未来全球海洋科技竞争的全新赛道。很多人都会问，世界上研究机器人的国家这么多，美国、日本、中国、德国都有雄厚基础，为什么偏偏是新加坡能够在这个高度前沿的细分方向上率先取得关键突破？答案其实藏在新加坡最大的优势里，海洋。新加坡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但却坐落在全球最繁忙的国际航运通道之一，全球大量海上贸易都要经过这里。新加坡港务集团在大使港的集装箱处理量已经达到1000万标准箱。作为全球最大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大使港正在持续扩建，预计到2040年全面完工时，它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自动化港口。不仅如此，新加坡在海洋科研上的投入同样不容小觑。过去20年，新加坡累计投入超过5亿新元用于海事研发。就在2026年4月，新加坡还发布了最新版的海事技术与研究路线图，未来5年将再投入超过1亿新元，聚焦4大优先领域的技术攻关。与此同时，一座耗资6000万新元的全新海洋科学研究中心正在建设中，专门用于研究沿海政策与海洋生态保护、海底通信电缆、离岸能源设施、水下基础设施的维护需求不断增加，这些都离不开能够长期稳定工作的水下机器人。新加坡本地的水下机器人公司也在快速成长 ，BIS 刚刚完成了1000万新元的 A 轮融资， Neptune Robotics 则拿到了5200万美元的 B 轮融资。但水下环境远比陆地复杂，高盐度带来的腐蚀、巨大的水压、复杂洋流以及海洋生物附着，都会不断考验设备的可靠性。对新加坡来说，研发更耐用、更智能的水下传感技术，不只是科研探索，更是未来海洋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人会觉得，机器人为什么需要疼？事实上，人类的痛觉并不是缺陷，而是一种极其重要的保护机制。如果没有痛觉，我们可能在受伤时毫无察觉，最终造成更严重的损害。机器人也是一样，传统机器人虽然拥有各种传感器，但它们只能感知外部环境，却很难判断自己是否已经受损。如果外壳被刺穿、线路断裂，很多时候只能等到功能完全失效才发现问题。而新加坡研发的这套电子皮肤，最大的突破就在于，它第一次赋予机器人类似痛觉的能力。当受到扎刺、穿透或切割时，它能够迅速检测到损伤，并发出信号。更重要的是，它并不依赖传统外部供电，而是通过磁电传感系统完成损伤感知，大幅降低了能源依赖。对于长期在水下工作的设备来说，这一点意义重大。那么，这块神奇的电子皮肤内部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黑科技，才能把感知疼痛和自主愈合这两大看似矛盾的功能完美融合在一起呢？如果我们将这块电子皮肤放进显微镜下拆解，会发现它其实非常像真正的人体皮肤。最外层负责感知损伤，一旦出现刺穿或割裂，就会立即产生剧烈响应，就像人体神经感受到疼痛一样。而下面几层则由液态金属和磁体组成特殊的柔性网络，这套网络负责快速传递信号，相当于机器人的神经系统。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种叫标合金的液态金属作为自愈合导体，通过3维打印的牺牲模板技术，可以制备出各种图案化的电路。液态金属导线的直径大约只有250微米，
比一根头发丝还细。真正令人惊艳的是材料本身，它采用一种具有高度柔性的特殊聚合物，可以像橡胶一样自由拉伸。当发生破损后，只要受损表面重新接触，材料内部的分子结构便会重新连接，逐步恢复原有性能。实验数据显示，它能够恢复约 92% 的弹性。在完全浸泡的水下环境中，它依然能持续保持损伤检测能力，并在10天后接近完全修复。与近年来报道的其他水下传感器相比，这套系统首次将设备自愈合、可拉伸弹性、自供电触觉与接近传感以及损伤反馈5大功能集于一体。这意味着机器人不再只是发现问题，而是开始具备恢复能力。这也是近年来仿生材料研究的重要方向，不仅模仿人体的结构，更模仿人体的功能。很多人以为这项技术只能应用于深海机器人，实际上它的潜力远不止如此。目前，研究团队已经将电子皮肤应用到无线水下通信的智能潜水手套，以及执行水下任务的机械手，在空气和水中均展现出良好的灵敏度、快速反应以及耐久性。未来，它还有望进入更多领域，例如海底电缆维护机器人，可以在执行任务时及时发现自身受损，避免故障扩大。离岸风电、水下能源平台等设施，也能借助具备自愈能力的机器人，降低维护成本。在医疗领域，这种技术还有望应用于智能假肢、康复设备和可穿戴电子设备，让设备拥有更加自然的触觉反馈。领导这项研究的国大机械工程系陈玉军助理教授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开发出拥有真实皮肤般的柔性机器，哪怕身处变幻莫测的环境中，它们也能敏锐感知周围世界，精准识别自身损伤，并完成自我修复。换句话说，这不仅是一块电子皮肤，而是未来智能装备的一项底层能力。如果把这项技术放到更大的背景下，就会发现新加坡近年来的科技布局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它并没有一味追逐已经成熟的产业，而是不断投入那些决定未来竞争力的底层技术。从人工智能、先进材料到机器人、柔性电子、生物医学工程，新加坡希望掌握的是关键技术，而不仅仅是最终产品。因为真正的竞争往往不是谁先做出一台机器人，而是谁掌握了机器人最核心、最难替代的能力。今天是电子皮肤，未来可能就是智能材料、柔性传感、自主修复系统。这些看似不起眼，却决定了未来机器人能否真正走向深海、工厂、医院，甚至我们的日常生活。事实上，新加坡在机器人领域的布局已经初见成效。根据官方数据，新加坡的机器人密度高居全球第2。从水下机器人公司 BX Neptune Robotics 的快速扩张，到具身智能创业公司 Sharpa 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新加坡正在构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机器人生态系统。而新加坡国立大学这项发表在先进材料期刊上的研究，恰恰是整个布局中最具想象空间的一块拼图。它赋予了机器人感知自身的能力。过去，我们评价机器人总喜欢比较它们有多聪明。未来，也许我们更应该问另一个问题：它能不能感知自己？能不能保护自己？甚至能不能修复自己？新加坡国立大学这项研究，距离大规模商业化或许还有一段路要走，但它展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未来，机器不只是拥有更强的大脑，还将拥有更敏锐的身体。对于高度依赖海洋、持续布局先进制造的新加坡来说，这块能够感知疼痛、自我修复的电子皮肤，不仅是一项实验室成果，更是其抢占下一代海洋科技与机器人产业的重要一步。未来10年的竞争，或许不只是 AI 模型之间的竞争，更是材料、传感与机器人底层技术的竞争。而新加坡已经提前把筹码压在了这条赛道上。那么最后，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屏幕前的大家：如果未来的机器人不仅能像人类一样思考，还拥有了比人类更敏锐的痛觉和近乎完美的自愈能力，你认为他们最先改变的会是哪一个行业？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